我就发现啊，现在的女生真的是太多幻觉了，我今天必须得给你们泼点冷水。以下观点你是不是也会有？幻觉一啊，男生比女生多了3000多万，你要是离开我，有的是大把的男人追我的。我拜托啊，如果你是在农村，那我恭喜你，肯定是有大把的光棍会抢着要你的。但是如果你是在城市啊，那就完全反过来了，那是一堆女生在抢一个男生的局面，好吗？幻觉二，男人根本就离不开女人，没有女人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的。可是据我观察，现在来相亲的80%都是女性，挤破了头要嫁出去的。如果年龄大一点了还没有个男人啊，都会被家里人啊催。这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呢？幻觉三，我要是实在找不到喜欢的人了，那我就找一个有钱人嫁了算了。我真的是啊，我想笑出声来的。你是认为找个有钱人很容易吗？那有钱人真的是没心没肺的吗？会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？人家呀是有钱，又不是有病。幻觉四，只要发生了关系，他就会对我负责的，低头来哄我，不哄，那他就是承认自己是渣男。小妹，你真的太天真了。发生了关系，男人的目的就达到了，会来哄你的几率还真不大。真的会来哄你的，那是真爱。跟你们有没有发生那件事情啊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幻觉五，我跟你离了婚，肯定能找个比你更好的。我的那个天呀，你还真的是中毒中得太深了啊！这些毒鸡汤，你就看一看有多少未婚的女人都找不到对象了，就你一个离异的女人还想找个更好的，那你的竞争力又是什么呢？人家优秀的男人图你啥？图你结过婚生过孩子，还是图你已经人老珠黄啊？别跟我说你优秀啊，男人找的是年轻貌美温柔贤惠，你的优秀啊他还真看不上，明白吗？我跟你们说一个可怕的真相啊，在未来啊，愿意结婚的男人会越来越少的。因为男人现在啊越来越不需要女人了，原因其实也挺简单的啊，一共有3点，有点扎心啊，但是非常现实。而且第3点啊可能让你无法接受。第一点呢，男人这一辈子他都被金钱捆绑着，被责任压榨啊。那现在的女人呢，都去和有钱的男人谈感情，和没有钱的男人啊谈钱。一个月入2、3千的女人，她可以去刷爆信用卡，去旅游去玩，而一个月入过万的男人还是个穷光蛋。这每个月的房贷车贷，父母的赡养费，儿女的补课费，男人一辈子都拼命的在挣扎呀。到头来呢，财产是儿女的，工资卡呢是老婆的，留给自己的只有无尽的委屈和辛苦的汗水。第2点啊，90%以上的女人啊都嫌弃或者看不起自己的老公，大多数的老公呢都被当作一个赚钱工具。现在啊，老公被老婆嫌弃的原因啊，不是因为没本事，就是因为没情调，所以啊他们才会对其他的男人动心。我真的也是佩服了哈。最后一点啊，当今社会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女人如果没有钱呀，90%以上的男人呢都会养着她。但是反过来啊，当一个男人没有钱的时候呀，90%以上的女人啊都想远离他，生怕沾上他甩不掉。所以说男人啊，只能是选择一个人疗伤，一个人自愈。以上这3点就是男人不需要女人的原因啊。与其爱得那么卑微，还不如自己潇潇洒洒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？最近啊，有个小姐妹跟我说啊，她相亲相了3年了啊，都没有结果，她不想结婚了。她说现在的男人啊，好像都不想结婚，也都很不靠谱，自己一个人过也挺好的。确实啊，都说当下的男人不想结婚，有钱的呢怕遇到图钱的，万一遇到个宅心心啊，命都没了。没钱的呢，谈不起恋爱也结不起婚，干脆躺平算了，自己挣钱自己花，他不香吗？而女人们呢，男人没钱啊，他们是瞧不起的，那有钱的男人呢，他们又 hold 不住人家。于是啊，在女人的群体当中就流行起来这么一些话：钱我可以自己挣，娃我可以自己生，姑奶奶找个男人添堵吗？算了吧啊，姐妹们，我们生活在现在的社会，自己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，不需要依靠男人来完成任何事情。我们有工作，有事业，有父母和亲人，还可以生个自己的娃，人生也很完美啊。我们完全是独立的，可以不受任何人的摆布和利用，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，并且能过得很好。找个男人是为了什么呢？
为了婚姻吗？为了爱情吗？为了经济吗？这些都不是必需品了，对吧？我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，自己可以创造家庭，并且呢，可以拥有自己的经济来源。而且呢，每个女性都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，不需要依赖任何人，只需要你自己努力。未来就像一张白纸一样，你可以随意在上面涂鸦、填充、改变，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色彩和图案。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和心血，就能让未来变得更美好。所以各位姐妹们，请放下那些束缚你们快乐和成长的枷锁啊，跨越那道门槛，去探索那个未知的新世界，相信自己，这样才能走在幸福和成功的路上。你们听到了这些话啊，作何感想呢？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呢？我一直都认为男女啊是这个世界上两种元素。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，女人就是男人的一只手臂，这两者合到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。婚姻是什么？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如果你选择一个伴侣，那么这个人生就有人可以跟你一起风雨同舟，一起克服困难，一起享受生活的富足，相互关心，相互体谅，相互鼓励。多一个人爱你，你就会多一份力量。只要你们少一些相互嫌弃啊，相互背叛呀，相互算计，相互抱怨啊，相互责怪啊，那两个人的幸福总是会比一个人的幸福更有意义一些的。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？有的大龄剩女是真的不能找的，你就根本就搞不了人家啊。有的人问我到底多大算大龄剩女啊？我以大城市为例来讲啊，35岁以后的未婚女人呢，就应该叫大龄剩女了。为什么你搞不了人家呢？以我10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讲啊，我对他们的了解，大部分大龄剩女啊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以下这些问题。最后一点真的很扎心。首先啊，他们在自我认知方面啊，都是有一些脱离现实的。基本上啊，80%啊都是属于高学历、高收入的人群。这一点咱不得不承认，人家在工作方面的能力那绝对是很优秀的。在单位里啊，独当一面，老板夸，同事赞，自己开个公司比男人挣的还多。但是他们往往啊，会以自身的工作优势呢，来评判自己在择偶方面的优势。女人的慕强心理在他们的身上可以说体现得非常的明显。他们认为你若优秀，蝴蝶自来，所以你如果不是一个比他更强的男人，根本你就吸引不了他。你不是人家的蝴蝶，就别往上凑了，好吗？如果让他勉强的去接受一个比自己差的男人，他们会觉得，那我宁愿高质量的等待啊，我也不想将就一个低质量的男人的。所以呢，就这一个想法，基本上他就 pass 了大部分的男人，对吗？人家就是有那个勇气要去跟那些20多岁的姑娘啊抢那5%的优质男人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咱们是改变不了他的想法的。其次呢，还有一部分大龄剩女啊，是被多年的毒鸡汤给灌的，脑子里装满了错误的思维，对男人的要求啊高到了极点。人家不管多大岁数了啊，都是公主式的谈恋爱。男人你就得宠着我，你就得惯着我，你得让着我，约会必须车接车送，所有的开销都得男人买单。节假日，男人你得有计划，得有付出，提供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，送礼物，搞惊喜，情绪价值得拉满了。他自己可能什么也不会为你做，因为他觉得那样做会掉价的。你要是说他，咱能不能别那么幼稚了，成熟一点行不行？正常一点行不行？咱是奔着结婚去的，能不能不玩那些虚的东西？能不能像一个像模像样的过日子的媳妇儿啊？可是啊，这个时候人家就会觉得，哎，你这个人太没情趣了啊，进行不下去都是你的问题。他们基本上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。很多大龄剩女啊，会跟我们说啊，不想找一个大龄未婚男人，因为他们担心对方生理或者心理上有问题，宁愿找个离婚的都行。所以你们来看看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啊，真的是比较奇葩的。他觉得别人大龄单身一定是有问题的，而自己大龄单身啊，一定是有客观原因的。那我们来说最后这一点哦，真的很扎心，也很可怕。就是大部分的大龄剩女啊，几乎已经不相信爱情了，因为他们的感情经历一般来讲都会比较丰富的。很多人都会有同居史啊，怀孕史，被渣男玩过，被有妇之夫伤过，当过备胎，做过小三儿。他们终于累了倦了，他们想歇下来稳定下来了。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不会被爱上的大冤种接盘侠。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生育价值啊也已经降低了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你还是要好好想一想，你还要不要传宗接代啊？所以呢，你想明白了再做决定。
好吧？